大家好，比特币今天来聊聊为什么它是世界上最简单、最好的投资资产。1-2年以前发现比特币财富密码518，因为2022年15K 的底部，它距离比特币产量减半是518天，以及2019年当时比特币的底部，它距离比特币产量减半也是518天，以及2015年比特币$200左右的底部，它距离产量减半同样也是518天，所以这2年一路希望家人们买进比特币，到这一次 75K 再买进，反正所有的利润我还是继续 hold， 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强的资产，我们应该用一生去热爱比特币。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 OKX 也是 F1 迈凯伦车队以及足球俱乐部曼城队的赞助商，实力不用我讲，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张图表，这2年来也是一路在买进，主要的原因还是基于对比特币的爱，因为它这个东西投资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包括这2天有几个老粉丝也是在评论区让我再聊一聊比特币顶部的时间。那么再看一下，就是比特币这个位置，2024年的4月份，比特币产量减半。那在没有产量减半之前，当时比特币20K 的底部，或者是后面的这个位置上涨，也是一路在看涨比特币，有可能在产量减半之前，它会突破这个 N 型的高点。那等下另外一张图表再跟大家讲比特币为什么它比之前的任何一轮牛市都要强势。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时间比特币历史上产量减半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全世界的矿工在产量减半的那一天，他们的成本会提高1倍，因为产量减半之后挖到的比特币就会减少1半。我们只要从这个产量减半拉到，再看一下就是比特币的时间，当时 15K 的底部，它的时间就是517天。所以我们再看一下2020年5月份，当时这个位置对应的时间产量减半，你画时间到当时这个位置底部也是517天。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6年7月份这一条虚线，它产量减半拉到之前的底部，对应的这个底部的时间也是500天左右。那底部的时间是518天。我们再看一下顶部的时间，同样也是从这个位置产量减半对应的时间拉到后面比特币在2017年底的这个顶部，时间也是518天。或者是我们再看一下2020年5月份这个位置产量减半拉到后面 69K 的这一个顶部，时间也是518天。或者是这个位置目前是2025年的4月份，时间如果真的要遵循518天的历史，或者是现在是有机构的试探比特币会不会遵循这个历史规律，我们看一下4月份到这个518天的时间它大约是在2025年的9到10月份左右。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周线，或者是链上金鱼的数据，日线就不聊了。我们再看一下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现在是全力火力全开25号是继续买了4000多枚的比特币。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比特币本轮牛市它是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轮牛市。我们同样可以观察一下周线对应的这一个绿色的虚线，2024年的4月份比特币产量减半，或者是2020年的5月份比特币产量减半，以及2016年的7月份产量减半。那我们看一下产量减半之前的这个高点，也就是在1-2年以前，当时比特币刚涨上来的时候，是跟很多朋友计划，你一定要全力去买，因为在产量减半之前，我是很肯定、很笃定比特币肯定会突破，就是熊市这个 N 型的高点。那我们看一下刚刚讲的这个高点，它在产量减半之前，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直接突破了历史新高 all time high。因为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对应的这个位置产量减半，
前面的几个高点有突破这个 all time high 吗？没有哦。那么再看一下比特币在2016年7月份这个位置产量减半，前面对应的几个高点有突破这个 all time high 吗？没有啊。所以比特币在1年前或者是2024年之前的这个高点突破这个 all time high，也是本轮牛市超乎我意料的一个或者是事件啊。它是非常非常的强势，主力机构根本不想给那一些散户，或者是一路在唱空的那些散户。所以事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比特币欧美那边的主力他们是有多强势啊？就是本轮的牛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势。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